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，鬼文化一直延绵不断，这使得人们对鬼神之说总是敬畏又好奇。那么，漫长的岁月中，究竟有哪些鬼被记载于册，又有哪些鬼被流传于耳呢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尸鬼是中国古代常见的12类鬼怪之一，种类很多，有痴迷于情的痴情鬼，有痴迷于酒色财气的吝啬鬼、烂赌鬼、打烟鬼、风流鬼等，也有痴迷于琴棋书画、花鸟鱼虫的高雅鬼。之所以把他们统称为痴鬼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：痴迷于一物，甚至忘记自己成鬼的事情。关于痴鬼的故事一般都充满了古怪离奇的色彩，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也记载了一则让人看了唏嘘不已的痴鬼故事。在西夏镇萧家有个书生，相貌俊秀，颇识书艺，但偏偏命运多舛，27、28岁就死掉了。刚死100天后，就化作了痴情鬼，守在妻子的身边。当时武清县曹氏里有位老妈子能看见鬼，恰好在萧家作陪，就看到了许许多多痴情鬼的事儿。比如他由于害怕人妻无法进屋，只能满脸凄惨地坐在院子里丁香树下，听着妻子的哭声、儿子的哭声以及兄嫂和妻的吵骂声。有一天，有个媒人进了妻子屋中，痴情鬼愕然惊起，张着2手东张西望。后听说没有谈成，脸上略有喜色。结果没过几日，媒人又来给兄嫂和妻子回话了，说这门亲事成了。这痴情鬼整个人都蒙住了一般，显得失魂落魄。很快到了送聘礼那天，痴情鬼就坐在树下，眼睛直直盯着妻子的房间，泪如雨下。此后每一天，一旦妻子出入房门，他就随在后面，眷恋的表情更强烈。到了出嫁前一晚，妻子在屋内收拾装具，他就在檐外徘徊，倚着柱子哭泣。偶尔屋里传出一点咳嗽声，他就从窗缝往里看，就这么折腾了一夜。曹老妈子于心不忍，劝导他：唉，你这痴鬼为何如此？何不早早投胎呀？若是你夫妻2人缘分未尽，自有相见之时。他却没有回答，只是僵愣愣地盯着妻子，似乎害怕自己一闭眼，妻子就会离他而去。这时，迎娶妻子南方人进来，拿着烛火往前走。他躲在墙角站着，翘首望着妻子，似乎期盼着妻子临时反悔。妻子还是牵着新郎的手走出了房门，上了轿子。痴鬼就这么远远地跟着迎亲队伍走了一路，来了男方家，却被门神挡住了。门神铁面无私，不肯放他入宅。痴鬼只能叩头哀恳，良久才被允许进屋。进了屋，痴鬼就躲在墙角，望着妻子和他人举行婚礼，泪流满面地呆立着。等到妻子进了洞房，他也慢慢靠近窗，掩面熏气。甚至妻子与新郎吹灯就寝了，他还不愿离开，直到被土地神严斥驱赶，这才狼狈而出。当时曹老妈子受他妻子委托回去看看孩子，他也随着老妈子回了萧家。进入妻子的屋，眷恋不舍地触碰着那些妻子曾经坐过睡过的地方。突然外头传来孩子的啼哭声，痴鬼听见哭声也急匆匆地跑出去，环绕在孩子周围，想要触碰孩子，但是虚兀的手却一次次穿过孩子的身体。痴鬼只能一脸焦急地呆站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嫂子才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痴鬼脸上的焦急刚刚褪去，就见嫂子竟然恶狠狠地打了孩子一巴掌，怒骂着孩子。随着孩子哭得越来越大声，嫂子的责骂也越来越狠厉。痴鬼更是顿足捂着心，在远处咬牙不已。曹老妈子不忍看下去，抹泪便回去，随后偷偷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妻子。妻子后悔了再嫁，只是此时已经木已成舟了。究竟后来这痴鬼是继续留恋人间，还是重入轮回，曹老妈子也无从知晓，世人也只能感叹。
水鬼又名落水鬼、水浸鬼、溺鬼等，指掉落在水中溺死的鬼。水鬼一般长着绿色或红色的眼睛，可以像水獭一类的动物一样快速地在水中游动。水鬼的皮肤像抹了油一般的黏滑，一般人想在水中抓住水鬼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水鬼在水中的力气会变得很大，尤甚10个成年男子加在一起的力量，寻常人碰到水鬼真是9死1伤。许多水鬼总是想把人拉到水中淹死，作为自己转生的替身，因此自古以来关于水鬼的传说也是稀奇古怪，各种都有。这其中最出名的事典莫过于这则水鬼生城隍的故事了。在青川之畔有个小村庄，村子里有个读书人赵生。赵生自幼苦读诗书，一心要考取功名，然后凭借自己能力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可当时的科考制度已是千疮百孔，杜虫丛生，赵生无权无势无才，3次科考3次落榜，这一蹉跎就年过30了。一天夜里，失忆的赵生正在休息，忽然听到外边人声鼎沸，鞭炮作响，接着竟然从大门外涌进一群人来。那些人脸上喜气洋洋，将赵生拉扯起来，连连道喜，说道：赵生啊，你高中状元了，从今起啊，你可就是赵老爷子了，快坐上轿子去上任吧。赵生迷迷糊糊地走到门外，果然有一顶8抬大轿在门口守候着，于是坐上轿子摇摇晃晃而去。可谁知第2天，村民就从青川河里捞起赵生的尸体。原来这赵生大梦一场，被水鬼给勾到了河里，成了替死鬼，被困在河水里不得远走了。赵生知道自己变成了水鬼，只能夜夜坐在河边大哭。长此以往，其他的水鬼也被他哭得不耐烦了，只能催着他去找替死鬼。可那岸上来来往往的皆是他的乡里熟人，如何能下得去手拉替死鬼呢？有一天傍晚，河边哭哭啼啼跑了一个小媳妇，嘴里念叨着：没有活路了呀，一窝鸡都死得干净，哪里在心前买药过活呢？还是死了干净，一了百了。这个小媳妇是村里张家的女人，丈夫病卧在床，用药吊着命，小媳妇侍弄些鸡鸭换钱给丈夫治病，偏偏家里遭了黄鼠狼，鸡鸭全被祸害了。这小媳妇一个想不开，便来了此处。偏偏此时她的耳边正有一个水鬼对着她叨叨咕咕，诱着她往河里跳。小媳妇眼睛一闭，扑通一声就跳进河水里。可人到了快死的时候，总是不想死了，于是小媳妇扑腾的手脚挣扎不止。可那水鬼哪里舍得放手啊，更是紧紧拉着她腿往河底里拽。赵生急得不行，连忙寻了一根木头塞进小媳妇手里，让她勉强能在水面浮着，自己同那水鬼厮打起来。这么折腾了有1、2个时辰，恰好村民看到，将她捞起，小媳妇才勉强活了下来。那水鬼见替死的人没了，与赵生大闹不止，一时间河里水花翻腾，哗哗作响。小媳妇半生半死之间听到了水鬼和赵生的对话，一五一十地讲给村里人听。村里人感念赵生死后仍是良善，常常带着纸钱香烛来河边祭拜他。人间的供奉滋养着赵生，也让他渐渐地比寻常水鬼多了许多力气和精气，更是成了河里水鬼的头。凡是有鬼要拉生人替死的，赵生就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地劝阻，如若不听，就用拳头来镇压。如此以往，青川这节河道再没出过人命。即使遇到不慎落水的，赵生和水鬼们也会在水下托举着送到岸边去。如此过了许多年，一日，赵生在水底为众水鬼讲为人为鬼之道，忽然听见河面上传来声音：赵生听诏！只见水上站着2个差人，捧着一纸公文，正声宣道：赵生因德厚重，得百姓爱戴，特封为
青川府城隍，一众水鬼可随之上岸，作为鬼差侍候。赵生尊为城隍赵公，监管阴阳，速速上任去吧。那晚青川附近的人都做了同样的一个梦，梦中赵生披红戴绿，新官上任，成了当地的城隍大人。人们于是对赵生越加敬畏，城隍庙香火也越来越旺。这则水鬼升城隍的事情也被流传下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近日常推荐一下自己写的小说《神猫伏魔》，欢迎来起点支持正版。咱们下周不见不散。